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这两天高考放榜了，看到网上那些分数线，我真是挺惊呆的啊！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高考和中国的任何行业一样，现在都是卷到了天际的那种现状。就连一直的那个高考天堂北京啊，都告别了舒适圈。先说说这北京的情况啊，2024年北京高考考生达到了6.5万多人，比去年暴增接近1万。涨幅接近20%啊！可问题是啊，这各高校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这竞争瞬间就白热化了。各个学校现在的录取线都往上蹦了，至少3到5分。当然，即便如此，北京的考生还是比其他的省份要幸福的太多太多了。别的省份那就不是3、5分的问题了。一会儿我给大家看2段视频，就展示河北和浙江的那个恐怖的考试的那个人数和分数情况。更恐怖的是，即便大家现在觉得北京和其他的一些高考大省已经很卷了，但实际上这才哪儿到哪儿？按照人口出生这个数据推算，今年参加高考的是2007年出生的孩子，到2032年，高考人数会比现在翻一番，2035年会达到顶峰，是现在的2.2倍。对，因为你看18岁参加高考嘛，那今年2025年高考的孩子应该是2007年出生的，从2007年开始往后到2017年，这个出生的人口是一年比一年多。2017年是中国新生儿人口的顶峰，那个时候大概也是北京房价最高的时候，估计是大家觉得一片欣欣向荣，市场大好，经济大好，那不生娃干啥呢，对吧？然后在2017年之后就逐年递减，一年比一年少。2020年之后，人口问题就非常突出了。估计2035年的考生和家长已经不是头皮发麻的问题啊，而是头要炸裂的问题。单纯看人数呢还不够直观，咱们看看这现在这分数有多离谱啊！举个例子，一个北京的考生说啊，特别优秀的话，现在理科假如他考了660分，按理啊这已经很厉害了，是吧？但现实是这个分数，即便在高考人数相对少，但招生人数又相对多的北京，想进北航啊、北理工这些985基本没戏。如果考650分想上北邮，基本没戏了。现在有个家长说，他孩子考了650多分嘛，他北邮就不想了，就想学农大的兽医专业，结果可能都够不着。我有段时间就住在北京农业大学附近，就在北京名校林立的这个北京啊，这农业大学就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甚至很多人都看不上的一个学校。现在650多分学兽医都进不去，你想这太卷了吧？就这么卷下去，你说这考生和家长脆弱一点的都得崩溃啊！对比现在这个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出生率的下降，现在这些考生，你说得多羡慕17年以后的这些考生。全国主要省市的高考总分长期以来都是750分，以前北京的考生像清北的话，只要620分就能进，更早的时候589也有进的机会，现在700分以下别想稳进。这基本就要求每门课都要接近满分，你说这个要求真是要把人逼疯。我们来看2段视频，看一看更恐怖的浙江和河北的考生的人数和他们的分数到底有多高。我的那个老天爷啊！浙江高考真的是太内卷了，40多万考生，有5万多，5万2千多是600分以上的。我的天哪！你看这个比例占得多高，太吓人了，排名全国第一啊，600分以上的。你看河南100多万人参考，才刚好5万出头，上600分的。浙江40万人参考，就有5万多人。你这么搞，谁敢把小孩拿来浙江读书啊？我在浙江这边工作，我都不敢把小孩弄过来，太吓人了。你们是要把自己小孩给卷死啊？你这个内卷啊！你们看高考完，网上有一个小女孩晒她这个高考的这个试卷，就是高3一年，摞起来有房子这么高，那小孩要吃多少苦才能考600多？太卷了！你们说现在这么卷，高考考出来的，且不说你读什么专业吧，读了出来到底有用没用啊？至少说不像以前20-30年前以前那么有用了。你看为什么张学峰都停播了？因为他各种的介绍避坑，不要报这样的专业，不要报那样的专业。你现在还有什么坑好避？现在经济环境都这样了，你根本就没有坑了。你报哪个专业都一样，妈出来都不好找工作。以前你还可以挑专业，现在你有的挑吗？没得挑了。你报什么神仙专业都不顶用。我跟你说，你出来拼的是什么？还是拼的你小孩，一个是执行力，第二个是适应这个社会的能力，第三一个是创作创新的能力，第4还是自己的抗压能力，是不是？你最后拼的都是这4样。
所以你们那么内卷去参加高考，那么卷，把自己小孩往死里逼，这样我是不是很提倡的呀？我觉得还是培养个人的综合能力，以后出社会会有更大的帮助。你们一味的去追求考名校，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啊！你们怎么看呢？敢不敢把小孩送来浙江考试？那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啊！谢谢大家，我是彪哥。600分上不了211，终于在河北实现了啊！第一年啊，昨天晚上很多家长一查分，我的蹦就蹦起来了，太兴奋了。结果后来一看排名，我全傻眼了。这一查分都高兴，一看排名全傻眼。600分在去年的排名是15900名，今年是27000名，差了整整11000名。也就是说，今年600分以上的多了11000。这人们老说题难，今年给你们干脆把题放开了，这是什么好事啊？你觉得这是好事吗？光是看着分虚高了，都跟着高兴了，结果600分，连个211都走不了。据说，尤其是今年的数学啊，光弄这个计算，弄这复杂了不行，题并不是多么难。这个数学选拔人才的东西，你弄的最好还是出的有点层次吧。你出点什么好点题啊，难度的题，你光弄这个计算，现在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不符合这社会发展。这玩意儿你除了在学校计算，出来的现在都是计算机了和计算器了，谁还弄着笔计算去？你考这有啥意义啊？他数学要求的就是一个逻辑思维啊，问题是。感觉今年的题要让这个分数出了，水平一把。咱也不是说咱也不懂啊，咱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说，他看着感觉水平一把。22年那个题难，你像23、24年都属于正常分数，哎，这还可以。25年这可好了，我天，一看家长们，哎呀，太高分了，结果一看排名了。哎，不过你刚才说清北低的时候589也有进呢，确实惊到我了啊！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北京咱得说是北京的考生，反正我们当时的省份的话，基本上689才能上清华北大，然后600出头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北京理工啊，然后中央财大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北京一度是全国高考最舒适的省份之一，他们有最好的师资资源，但是他们的分数呢又相对于其他省份要低很多。他们很多高校的录取分数其实跟很多偏远的省份非常类似，像青海、西藏、内蒙古，这个都是大家知道分数比较偏低的一些省份。北京的分数跟他们差不多，有的还要更低一点。不了解大陆的朋友，可能对于高考600分没什么概念啊，我讲一讲。就刚才在视频里面说嘛，这个浙江有大概40多万人参考，达到了600多分，也就是说12.5%的人达到了600分以上。那这600分是什么概念？就是我刚才讲的，在北京、青海、内蒙古等等地区，是以前可以是摸到清华的分数线的。你想，而现在啊，这个浙江这个分数就有5万多人，他们分数这么高，但真能代表他们能力有这么强吗？比如说20年前的那些考生，平均分数线没有这么高的那些考生，要比他们强吗？其实我看也未必，这只能说明现在的孩子们刷题刷的实在是太辛苦了，他们都成了刷题的机器、做题机器，天天就在那刷。是啊，尤其是这些高考大省，浙江啊、山东啊，然后湖北啊，我记得我们那会儿还总做那个湖北黄冈试卷，都做过。现在是不是家长还非常的耳熟？不知道还做不做湖北黄冈试卷了？对，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为什么现在各个省的分数都很高？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原因，就以前吧。各个高中、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那个师资力量差距是比较大的，但现在在互联网的时代，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磨合重点高中和非重点高中他们的教学水平应该在缩小了，只不过是生源可能差距还是比较大，但教学水平一定是缩小了，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它都有数据库，然后也都电子化了，所以这种试题这种分享也变得非常的便利，就不像以前在非互联网时代，那基本上都是纸质的，那也不能建立什么题目的数据库，是吧？老师出题和解答呢，都需要自己有比较高的水平。现在的老师就即使你水平没那么高，但是从题库里可以选到难题，解答呢也有现成的一些答案供这些老师先参考一下，所以呢，他们也能够提供给这些学生一些难度很高的题的这种训练，所以就能够指导学生们刷出高分来。所以现在真的是互联网时代，绝对是拉
平了这个师资力量，可以说他把以前的那种巨大的这种师资力量的差异导致的学生最后分数的差异给大大拉平了。我觉得这是导致现在高分的考生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前吧，也有很多学生他肯定也是不错的，但他就上了一个很普通的高中，他没有机会上重点高中，就导致他们没有机会冲高分。现在就有了。都有机会跟以前重点高中刷同样水平的难题，所以他们的分数就上来了。对，就高考这个制度吧，虽然很多人去诟病它不完美，它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对吧？然后很多家长呢，他也都明白，其实分数并不代表什么。你说有一个人他分数高个10分，就那个人的孩子就更优秀吗？当然不是啊，对吧？你看，像高考里面1分可能就决定了排名，可能就往前几千名。对，那一道选择题就4分或者5分，那有的时候仔细一点就多对一道选择题，粗心一点就错一道就4分没了。那往后可能就排了1万名，就从一个特别好的大学变成一个中等的大学，或者从1本就直接调到2本了。你说这5分能说明啥呢？啥也说明不了。虽然学生也都明白，家长也都明白，分数并不能决定什么，然后学校大学它也不是说就能决定人的一生，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家庭还有家长，他们就是被这个时代所裹挟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方法吧。因为高考它毕竟是很多家庭可能能够提高孩子下限的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一个方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家庭他们都有这个经济条件能够把子女送出国去读书嘛。因为去海外读书的话，除了学费之外，还要承担他的生活费啊、住宿费啊，对很多家庭，哪怕是中产家庭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开销，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这个能力去送孩子出去的。如果没有条件送小孩去国外读书的话呢，那就只能在中国卷这个高考这个独木桥。那高考的话，它其实就是最近几年压力越来越大，竞争也越来越大嘛。有很多的小孩他并不能够说通过高考考一个这个公办的、国家办的这种1本啊或者2本，如果考不上的话，还只能去读那种民办的，或者说只能去读一个技校。我们上个星期做的那一期节目，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宁，他就来自于一个民办的3本学校。对。这应该是最知名的校友了。对啊，大家都没有想到吧？泡泡玛特的创始人居然没有说考一个1本或者2本，不是知名大学毕业的。而且现在民办学校它的收费也不低啊，便宜的大概是1-2万，贵的话呢，基本上也要10万人民币每年，大概跟一个私立学校的费用差不多吧。那么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他的小孩如果成绩没有那么理想，在国内考不上一个公立的1本2本的话，然后家庭条件又没有那么富裕，可以说每年砸一个几十万把子女送出国的话，那么去读一个民办的大学就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为1年大概10万人民币的这个花销，很多家庭还是负担得起的。那为什么他们要去选择读一个民办的大学，而不是去读一个技校呢？就是因为毕竟中国人还是怎么说呢，会注重一下这个口碑吧。虽然是民办的，但是好歹也是一个本科。如果说小孩只是一个读一个技校，肯定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多多少少是有点难以接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民办呢，它这个本科，它其实和正规国家统招的本科，它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它都是属于本科的那一档。然后如果说是民办毕业的，他想去考这个公务员呐，或者考研呐，比方说公务员，基本上所有的岗位都是要求本科及以上嘛，那民办的学生他也是可以去应聘的，也是可以去考的。就现在中国高考的这种卷的程度啊，我就说一下，你这种情况下，现在所有的考生真的是必须得刷题，就算你有天赋，为了高分你不刷题你也不行。哪怕你不想卷，但是身处于时代的洪流之中，浪潮也会推着你卷的。只不过有天赋的这些人去刷题和没有天赋的人刷题的区别就在于，有天赋的人刷题能去冲清北和985，没有天赋的刷题就去冲一本线，就所有人就都得刷，无一例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种高考情况下训练出来的孩子，肯定做工程师会非常严谨。所以你看，中国现在就是工程师大国嘛，因为他必须得就像你刚才讲，这1分就可能差几千人，他必须逼着他必须一丝不苟，非常细致，非常严谨。所以这种状况下训练出来的能刷题的这帮孩子，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说能够专注，能够形成非常严谨的工程师思维。第三点，创新思维被扼杀，我觉得这个没啥可争议的。这种情况下训练出来的那孩子啊，就算他天赋异禀，就算他原来有些小天赋，这种创新和质疑的精神，以及对学习的那种热情和自驱力，肯定在不断的被扼杀。前2天我们不是做了一期关于韦东奕那期节目嘛，就是探讨到在中国大陆这种高考制度下出来的人才哈，这种天才就有可能被浪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融合一下优势，就怎么融合呢？
如果既想要创新型的天才，不想让天才浪费在这种刷题制度下，又希望有这种庞大的工程师的一丝不苟的这种队伍，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天才一定要早早的发掘出来，让他跳出题海。就比如在初中阶段，他们就可能已经崭露头角了。那在初中这个教育体系里面，一定要给所有的这个老师一个警醒，就是你发现这样的天才，一定要上报。然后就要一种破格的机制，让他们可以绕开刷题题海的这种培养方式，类似于当年中科大的那个少年班啊等等类似的方式，把他们进行特殊的培养。当然了，中国过去呢，就中国科技大学搞过好几届少年班，基本上大部分人也不成功哈。我觉得他们的不成功其实还是源于很多他们年龄过小离开了父母，再加上这个少年班阶段也缺少对他们心理上的引导，所以他们的很多不成功很大是因为心理的原因。如果在心理这块又能够补足一下，这些天才呢就有可能像陶哲轩一样，早早被发现，早早就开始天才的打怪升级之路，而不是那种刷题之路。那他们的天赋应该可能会被兑现发掘。然后刚才视频里面那个哥们儿，他又从高考又扯到了专业，又进一步扯到了什么专业都找不到好工作了。现在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把眼光再放长远一点。就是今年的考生马上就要成为大一新生了，你不要那么焦虑，就是你不要想你现在大一的时候这个就业情况不好，别想了，想也没有用。其实5年以后、6年以后情况未必不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社会都很难说。随着民营经济的再次活泛，那中国经济有可能再次重拾上升势头，也是有可能的。这一点，我觉得这哥们儿说的，他也不是，咱也不能说他是杞人忧天。但我觉得现在刚参加完高考的这些孩子们，刚从这种焦虑和压力之下解脱出来，没有必要为还没有到来的问题再次去焦虑，还是要尽量把大学生活过得精彩。这4年不负青春。现在回想一下大学时光，反正我自己过得确实是挺精彩、挺爽的，就是该玩也玩了，该学也学了，然后毕业还找了挺好的工作，就是还是挺感谢大学那4年吧。对，这4年一定要过好，可能是你未来是几十年的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4年之一了。另外，这哥们儿还说最后小孩出来拼的是什么4个能力？说拼执行力、适应社会的能力、创新的能力，还有什么抗压能力？这4个能力，我觉得这哥们儿想多了。其实最后拼的都是父母的能力，大家激娃不如激自己。现在这个对各位家长来说才是更重要的。说到这里我想每个中国的家长其实都应该感谢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正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给一些没有任何资源和背景，但是有能力的孩子们一个翻身的机会，他们有机会拿到很高的薪酬，甚至实现财富自由。今年上半年，一起又一起的学阀事件，中国一些有资源有能力的人，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挤占教育资源，所以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寒门再难出贵子。但是追逐利润的民营经济毫无疑问还是以能力论英雄的。我觉得民营企业是给真正有能力的人的最好的出路的机会。善莫大焉，功德无量。是就像我们上个星期聊的那一期阿里的节目，一个互联网老兵在阿里工作了15年，就实现了初步的财富积累，然后移民新西兰了，就自己裸辞了阿里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确实民营经济创造出了很多的就业岗位，也给很多普通人实现了一个这种过上中产家庭或者说是一个初步富裕家庭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途径。然后说回今天的高考，我觉得我一会儿就想去搜一下今年的数学卷子，因为我真的就是特别爱好数学。这个我倒不是自夸，就是我当年高中的时候，数学基本上都是在130、140以上，容易一点的话就140，也考过满分150，难一点的话基本上也能稳定在130分以上。然后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高等数学嘛，那个时候你想刚高考完进入大学，那不就是像孙悟空脱离了紧箍咒，那得撒欢玩啊。就基本上一整个学期都不怎么去学校上课，因为大学老师管的也比较松嘛，就是点点考勤，然后好朋友都会帮忙答一个到。反正我那一学期都没怎么去上过高等数学的课，然后就到期末考试前1个星期，我说不行要考试了，怎么办呢？我就自己拿本高等数学的书，然后就泡了1个星期的图书馆。真的，我就1个星期高等数学，朋友们，我自己翻完了书，然后做了几套试卷，然后我记得那一年的期末考试，我就基本上接近满分，反正好像就差了个1分还是2分吧，就约等于满分。当时我就觉得，我确实数学挺好的。这个我可以证明我跟小汪做数学卷子和数学题 PK 好几次了，小汪确实数学还是挺不错的。当然不是我自夸我确实呢要更胜一筹，在物理方面那要胜2筹。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一会儿你真的要跟我去 PK 数学卷子啊？怎么了？你怕啦？
这有啥可怕的？我就觉得吧，你这 PK 总得有点赌注才有点兴奋呢。要不咱们谁输了谁开1个礼拜的洗碗机？好你。